京东诸事不顺先是在网上被爆出来这个高层疑似加入光明会，那而后呢，最近又因为双11请了一个有争议的脱口秀演员做代言人激怒了这个京东的男性的核心用户，那导致大量的这个男性用户取消会员、注销账户、卸载软件，随后还波及到了京东金融，导致大量的用户赎回本金那今天的节目呢，要讲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京东加入光明会的事儿，那第二个要讲杨笠贬低男性对京东的一个影响。男的吧，就是他明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那再来分析贬低背后资产对于普通男性的一场阴谋。那好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光明会的事儿。最近京东刘强东老婆奶茶妹妹在伦敦参加艺术展的时候，佩戴了一款三角眼的这种金色的首饰，是不是全是只眼就不知道了。那导致舆论汹汹，网友都怀疑她加入光明会了。那么光明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那为何要加入光明会，会引起一个广大网友的不满呢？那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接着说，那光明会呢，是一个古老而又神秘却又充满争议的一个组织。在1776年5月1号的时候德国戈尔施塔特大学的这个法学教授在巴伐利亚创立了一个光明会。那他的初衷呢，是为了追求科学知识、平等主义以及理性的这个哲学的思维。那光明会在早期成员呢，大多是来自这个贵族阶层或者是社会精英比如说男爵凡、克尼格对吧？作家歌德，那音乐家莫扎特等等。那该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纳了各界的人士，在政府、学术界、商界和艺术领域都有它的成员，那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影响网络。在光明会建立以后，发展迅速，很快就达到了2到3千人。那不过很快，光明会就遭到了这个教会和政府的打压。那在1784年的6月份，巴伐利亚政府颁布了法令取缔光明会，那他的成员就遭到了逮捕、流放等等组织受到重创。那此后光明会转入到地下活动，但关于它的传闻呢，一直都存在的。那随后的100-200年里面，在各种阴谋论的渲染下，光明会就被描述为意图控制和颠覆世界秩序，通过操纵货币发行、策划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在政府和企业中安插代理人来实现其建立新世界秩序的一个目标，那想借此控制全世界。另外呢，在广大的网民的朴素认知当中一直觉得光明会是依旧存在的，并且受西方和犹太人的这个控制。当然这也只是一种传闻这也是为何此次京东高管疑似加入光明会会引起广大网民如此热议的一个原因。那此次事件阴谋论的成分比较大，我们普通人也不可能会有证据去知道真相听着看着记着就行了，毕竟还没有实质的事情发生这个咱们就不要瞎猜。况且京东官方也声明强调了高层没有加入光明会，一切民间渲染和炒作都是造谣他们已经报警处理了，似乎就是表明了自身的清白。但是在字里行间只是将矛盾指向网民一个字也不提及这个三角金色饰品的这个由来反而呢有点耐人寻味了
那下面讲一下双十一代言人的风波。最近双十一马上就要来了各大电商平台都准备好了宣传活动。那这不，京东就邀请了著名的脱口秀演员杨笠来做他们的代言人那引起了京东大部分男性用户的一个不满和抵制。那为什么说是著名的脱口秀演员呢？因为他是普信男的一个创始人凭着一句他明明那么普通却又可以那么自信，火遍大江南北。那而杨笠也是因为群嘲男性成为了这个女权赛道上的标志性人物。那么京东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女权斗士来当双十一的代言人呢？难道你不知道你的核心用户是男性吗？那要知道京东的用户分布情况，男性占比是 58.3%，女性是 41.7%。用户主要分布在一线、新一线、二线、三线的城市。那超过60%呢都是在40岁以下。也就是说京东广受40岁以下的男性青年的一个喜爱。那既然京东的核心用户群体是年轻的男性，那为什么要请这么一个有争议的女权斗士来做代言人呢？是京东的市场部不知道自己的核心用户群体是什么吗？这个不应该吧？随便拉路边的一个女生问一下，都知道京东用户男性占比比较高。那京东起步本来就是靠数码 3C 产品起来的，那么京东为什么还是要请杨笠来做双十一的代言人呢？是你不知道杨笠在网上的风评吗？还是你是第一家邀请杨笠做代言人的公司呢？恐怕也不是吧。在21年3月英特尔请杨笠代言，马上就受到这个男性用户的抵制英特尔迫于压力，第二天就下架了有关杨笠作为代言人的这个淘宝宣传，还直接删除了相关官宣微博。那结果现在英特尔混得怎么样都快被高通收购了吧。那在21年3月长城汽车请杨笠为坦克300车型做这个宣传活动坦克300作为硬派越野，那目标客户群体主要是男性，所以这个宣传合作引发了较大的关注和热议。在后续的宣传中，长城汽车官博发布的海报里面删除了杨笠的照片和介绍。那长城汽车当年一车难求，都要排到3个月以后，请了他之后都不需要排队了。那在22年1月，舍得酒业在与凤凰网联合打造的脱口秀舍得智慧人物中邀请杨笠作为节目的嘉宾然而舍得的这轮营销遭到了一些网友的反对和抵制，有网友将它称为是普信酒更有情绪激动的网友在直播间刷屏反对杨笠代言，狗都不喝结果怎么样呢？就当时的舍得酒业的股价从300多块直接跌到了40多块，这2年才慢慢回血到60多那么这么多失败的这个案例就摆在眼前，京东的高层难道都不了解吗？那市场部的高层和中层还有底下做事的人都没有发现问题吗？那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请代言，难道不先调查清楚吗？我想不可能吧。那肯定就是决策者认同杨笠的思想，底下的人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那么问题就不简单了，情况恐怕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今天我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这个事情说到底就是5个字：服从性的测试。那服从性的测试呢，这是 PUA 中的一个专用的一个术语，那指的是通过让对方做一些指定的行为以此测试对方是否能够服从自己比如一个男生正在追求一个女生，通过请吃饭、出去玩等一系列的这个动作，他们的关系从起初的陌生人慢慢的转变为朋友关系。那此时如果男生想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务必会做出一些异于普通朋友之间的互动行为，比如说牵手
比如说拥抱，那以此呢来测试女生对自己的好感程度，也能进一步的确认她们能否进一步发展。如果女生没有抗拒，那就说明有戏那反之呢则就没戏。往小了说，那服从性的测试只体现在男女关系中那往大了说，我们整个社会到处都充斥着服从性的测试。面试中 HR 要求必须穿正装，而你却穿了一身休闲服，那么你面试大概率会失败。那连穿个衣服都不服从，以后如何来掌控你呢？职场中老板明明心里有底儿，却偏偏抛出问题，看看大家反应如何。拍马屁的人呢，就是服从；那反对的人便在老板心中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那在酒场上，有人劝酒，喝了就是服从，那你不喝就是不给他面子，他就记住你了。不服从吧，升职加薪与自己无缘；服从吧，又太憋屈真是难以抉择。那其实呢也好解决，自己做服从性测试的主宰者，只存在自己测试别人，不存在别人测试自己。当你成为这个主宰者的时候，便能不受外界因素影响，左右自己的选择，那想咋样就咋样了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杨笠之前翻车那么多次京东市场部的这帮人还依旧邀请他来做代言人了。作为一个讨好女性、贬低男性的脱口秀演员，杨笠不去找一些女性用户受众的品牌合作，偏偏要找一些男性用户受众的品牌合作。像之前翻车的品牌像英特尔、长城汽车、奔驰汽车、舍得酒业、海澜之家那这一次的这个京东也是如此。这是干什么呢？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服从性测试，只要你反抗，他们就一次又一次隔三差五的挑衅你。一个为了流量和钱财甘愿做刀，一个为了话语权和小部分的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撕裂，一次又一次的提起这把刀。所以那这根本就不是男女对立的问题，而是一小部分女性精英对绝大多数普通男性的一个服从性的测试了。那我们不要男女对立，男女对立呢，对国家和社会对绝大多数的普通男性和女性都是有害无益的。看看日本和韩国，在经过女权思潮的以后现在他们的普通女性处境如何了？如果说你是思想比较朴素的男人或者女人，一定要警惕网上各种各样的思潮，不要轻易的下判断和站队正视男女有别，正确的理解男女平等，权利和义务都要对等。那我们一向呢是很尊重女性的，但是反对极端女权最后要说，男女中的普通人也应该自信的活着。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再会。